话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，军情紧急，为了守住战略要地街亭，诸葛亮决定派人前往镇守。他深思熟虑后，认为马谡熟读兵书，才华出众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便将这重责大任交给了马谡。诸葛亮：街亭乃我军咽喉要地，失之则全军被动，你可敢前往镇守？马谡：丞相放心，马谡愿立军令状，必不负丞相所托。马谡领命后，自信满满地带领军队前往街亭。到了当地，他并没有听从以往的建议依山傍水安营，反而认为在山上扎营可以居高临下，占尽地利，轻视了地势险要潜藏的危机。马谡：此山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若逐营于此，可居高临下，敌军决难攻破。话说副将王平见马谡执意在山上扎营，心中忧虑万分。他深知兵法精髓，知道若水源被断，大军将陷入绝境，于是苦口婆心地劝说马谡，希望他能三思而后行，避免犯下大错。王平：将军，若敌人断我水源，我军岂非自困死地？不如依山傍水，稳扎稳打。没想到马谡年轻气盛，自恃聪明过人，根本听不进王平的忠言。他认为王平见识浅薄，不懂得灵活运用兵法，反而讽刺王平只会固守成规，不愿变通，让王平感到十分无奈。马谡：你懂什么兵法？纸上谈兵，岂能与我相提并论？我自有妙计。王平：哎，将军不听忠言，恐酿大祸啊！话说魏国大将张合率军前来，见马谡涉水上山，心中大喜，立刻派遣精锐部队将山上水源彻底截断。马谡的蜀军被困在山上，望着山下滚滚河水，却无法取得，军心开始动摇。魏军小兵：报将军，敌军已断我水源，将士们口干舌燥，士气低落。被困在山上的蜀军失去了水源和补给，加上魏军不断叫阵，将士们恐慌不安，军心涣散，许多人甚至开始逃跑，整个军营一片混乱。马谡眼见局势失控，却无力回天。蜀军小兵：将军，将士们都快渴死了，无心恋战，许多人开始逃了。马谡：稳住，都给我稳住，不可自乱阵脚。等到魏军发动总攻时，失去战意的蜀军一触即溃。马谡虽然奋力抵抗，但终究寡不敌众，他带着残兵败将，狼狈地从街亭撤退。街亭失守，北伐大军的咽喉被掐住，诸葛亮只能下令全面撤兵。马谡：撤退，快撤退，保存实力，他日再战。街亭失守的消息传到诸葛亮耳中，他感到心如刀割。精心策划的北伐大计，就因为马谡的失误而功亏一篑。他不得不放弃好不容易夺来的城池，下令全军撤退，心中的痛苦与无奈难以言喻。诸葛亮：哀，痛哉，喜哉！街亭一失，我军唯有撤兵，方能保存实力。费祎：丞相，当务之急是妥善安排撤退，以免魏军追击。没过多久，战败的马谡就被士兵押解到了诸葛亮面前。他身披枷锁，面色苍白，跪倒在地，等待着丞相的发落。诸葛亮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器重的年轻将领，心中百感交集，却也明白军法无情。马谡知道自己罪孽深重，无颜面对丞相，
他含泪向诸葛亮请罪，并请求以死谢罪，希望能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军阀的尊严，同时也希望诸葛亮能够因此而服众，继续领导蜀汉。马谡，小将罪该万死，愿以一死谢罪，以正军法。丞相万勿因此而自责。诸葛亮看着马谡，想起两人以往的师徒情谊，以及自己对他的器重与期望，心中万分不舍。他闭上眼睛，强忍着泪水，但他知道，为了军纪，为了蜀汉大业，他必须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。诸葛亮，你我情同手足，奈何军法无情啊！此番挥泪斩你，痛在我心。最终，诸葛亮强忍悲痛，含泪下达了斩马谡的命令。军法官将马谡押到帐外，刀光一闪，马谡的生命就此终结。这一幕让所有在场的将士都感到心头沉重，也更明白了军纪的严明。诸葛亮，来人，将马谡推出斩首示众。行刑之后，蒋琬不解地问诸葛亮：“马谡乃天下奇才，为何一定要杀他？”诸葛亮深深叹息，解释说：“若不斩马谡，何以昭示军纪？何以服众？军法面前，人人平等，不可徇私。”蒋琬，丞相，马谡乃天下奇才，就这样杀了，岂不可惜？诸葛亮，军法如山，若不斩马谡，何以服众？此乃国之根本。为了以身作则，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表，承认自己用人不当，导致街亭失守，自请贬官3级，以示自责。这份奏表震动了朝野，也让蜀汉上下对诸葛亮更加敬佩，因为他敢于承担责任。诸葛亮，我用人不当，致使北伐失利，自请贬官3级，以谢天下。旁白，诸葛亮此举，令蜀汉上下莫不为之动容。就在诸葛亮贬官自责之际，远在魏国的魏主曹睿却因蜀汉退兵而得意洋洋。他认为东吴也容易对付，于是决定趁机攻打东吴，派遣大将曹休率领大军，意图一举平定江南。曹睿，蜀贼已退，朕要曹将军趁势攻吴，务必凯旋而归。曹休，陛下放心，臣定当不负圣恩，凯旋而归。东吴大都督陆逊得知曹休来犯，立刻召集众将商议对策。此时，广陵太守周防献上一计，他打算假装投降曹魏，用苦肉计来诱骗曹休深入东吴腹地，然后设下伏兵，一举歼灭魏军。周防，都督，曹休骄傲轻敌，我有一计，可引他入瓮。陆逊，周将军有何妙计？速速道来。为了让曹休深信不疑，周防做了一场大戏。他当着使者的面，假装遭受东吴朝廷迫害，愤而断法，以示与东吴决裂的决心。在古代，断法被视为极大的侮辱，此举让魏使深信不疑。周防，今日断法，以表我脱离东吴之心，愿投诚魏国，为陛下效力。魏使，周将军如此决绝，某必将将军忠心禀报曹将军。魏使将周防断法投诚的消息禀报给曹休，曹休听后果然中计，心中大喜。他认为周防既然已断法，必定是真心投诚，这样的大功怎能错过？于是准备领兵前往接应。曹休，周将军断法投诚，此乃天赐良机，我军当趁机深入，一举夺下江南。然而，魏国的另一位将领贾逵
却对周防的投诚心存疑虑。他多次劝说曹休，认为其中必有诈，让曹休小心谨慎。但曹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完全听不进去，反而斥责贾逵胆小多疑。贾逵将军，周防此计甚为可疑，恐有诈，万万不可轻信。曹休汝休要多疑，坏我大事，胜利就在眼前，怎可畏缩不前？曹休不顾贾逵劝阻，浩浩荡荡地率领大军深入东吴境内，直奔宛城。结果魏军一进入宛城周边的山谷，立刻遭到了东吴大都督陆逊率领的伏兵猛烈攻击，曹休的军队瞬间陷入重围，死伤惨重。话说诸葛亮自从上次北伐失利后，心里一直惦记着匡复汉室的大业。他在汉中默默筹划，日夜思索着如何才能再次出兵。国家大计不能耽搁，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，再次北伐的时机似乎也逐渐成熟了。诸葛亮匡复汉室，徐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为了再次出兵，诸葛亮认真地写下了第2份出师表，也就是后出师表。他把蜀汉当前的困境、北伐的决心和其中的利害关系，都用最真诚的文字写了出来，希望能够打动后主刘禅，获得他的支持。诸葛亮此表一出，必能激励军心。写好之后，诸葛亮便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奏表，来到成都的皇宫，恭恭敬敬地呈给了后主刘禅。大殿上气氛庄严，他知道这一步对蜀汉来说有多么重要，所以格外慎重。诸葛亮，臣诸葛亮恳请陛下御览此表。刘禅听完诸葛亮声情并茂的陈述，又仔细读了奏表。虽然他有点优柔寡断，但这次也被丞相的忠心和决心打动了。他点点头，同意了诸葛亮的北伐请求，让诸葛亮放手去做。刘禅，丞相劳苦功高，一切依丞相之意。得了刘禅的批准，诸葛亮立刻动员起来，号令一下，蜀汉各地兵马开始集结，粮草辎重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。整个蜀汉都充满了一种即将远征的紧张气氛，将士们摩拳擦掌，准备再战。将军，丞相有令，三军将士听令，是与魏贼一决高下。蜀汉大军的动向当然瞒不过曹魏，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洛阳。魏国皇帝曹睿一听说诸葛亮又准备北伐，立刻感到头疼。他知道诸葛亮可不是好惹的对手，眉头都皱成了一团。曹睿，诸葛亮又来了，朕心甚忧。曹睿立刻召集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。大殿之上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却都没有什么万全之策。毕竟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大家都清楚，想要抵挡他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大臣，蜀兵势大，丞相诸葛亮用兵如神，陛下当早做定夺啊！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有位大臣提出了个惊人的建议：陛下，虽然司马懿之前被贬，但论其抵御诸葛亮，恐怕无人能出其右。不如召回司马懿，让他挂帅迎敌。大臣，臣以为司马懿虽有过失，但其才干足以退敌。曹睿虽然对司马懿一直有所忌惮，但眼下情势紧急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，决定启用这位曾经被自己贬斥的将才，
寄希望于他能够挽救魏国的危局。曹睿也罢，为今之计，唯有此人能胜诸葛亮。却说司马懿在宛城被贬闲居，过着看似清闲的日子。没想到，一道急诏圣旨突然送到，命他即刻回朝。司马懿心里清楚，一定是诸葛亮又有了动作，这才让他重新出山。司马懿，诸葛村夫又要出山了吗？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，再次见到了魏帝曹睿。君臣一番交谈，曹睿把对抗蜀军的重任完全交给了司马懿。司马懿受命，脸上虽然没有太多表情，但心中早已有了盘算。司马懿，陛下放心，臣定当竭尽所能。重新掌握兵权的司马懿立刻展现了他过人的军事才能。他迅速部署防御，调集兵力，针对诸葛亮的进攻路线，制定了一套严密的防守策略，整个魏国的军心也因此稳定了不少。司马懿，诸葛亮善攻，吾当以守为攻，以逸待劳。却说诸葛亮率领蜀汉大军浩浩荡荡地从汉中出发，一路向北挺进。他们士气高昂，准备与魏军决一死战。前方侦察兵不断传回消息，战事一触即发。诸葛亮，三军听令，目标天水，不得有误。就在蜀军初次与魏军交锋时，一个年轻将领引起了诸葛亮的注意。他就是天水郡的姜维，字伯约。姜维不仅武艺高强，还非常懂得兵法，是个难得的文武全才。姜维，区区蜀兵，焉敢犯我边境？姜维初次上阵就展现了过人的能力，他指挥魏军巧妙地击退了蜀军的进攻，甚至让赵云等老将都吃了点小亏。这让蜀军将士们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，也让诸葛亮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赵云，此子有勇有谋，不可小觑。诸葛亮看出了姜维的才华，知道他是个人才，不忍心杀他，于是他决定用计谋让姜维归顺蜀汉。诸葛亮在凤鸣山一带精心布置了一个连环计，准备让姜维自投罗网。诸葛亮，此子不为我用，实属可惜，吾当用计得之。姜维果然中了诸葛亮的计，他带兵追击，结果却发现自己被重重包围在凤鸣山中，四面都是蜀军的旗帜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比自己更为高明的对手。姜维，啊呀，吾中计矣。更让姜维心碎的是，诸葛亮竟然派人抓走了他在天水的母亲，并派人告诉他，如果他不投降，他的母亲就会有危险。这对孝顺的姜维来说，无疑是致命一击。蜀将，汝母在我营中，将与不将，速作决断。为了母亲的安危，姜维别无选择，他忍痛做出了投降的决定。他知道，虽然这样会背负骂名，但这是一个儿子为了母亲必须做出的牺牲。他缓缓走向诸葛亮，递上了投降书。姜维，为救吾母，姜维愿降。诸葛亮见姜维真心投降，心里非常高兴。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一位未来能独当一面的将才，立刻上前扶起姜维，亲自解开了他的绑缚，并对他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和赞赏。诸葛亮，伯约来降，汝得一避，吾心甚危。话说，诸葛亮第二次北伐，让曹魏朝廷上下都紧张得不得了。
魏帝曹睿坐在龙椅上，眉头紧锁，心里想着：这诸葛亮怎么又来了？哪个将军能挡住他啊？真是让人头疼。曹睿，诸葛亮又来犯境，谁能为朕分忧，挡住蜀军攻势？大臣们议论纷纷。这时候，一个名叫王双的将军被推举出来。听说他武艺高强，力大无穷，而且还擅长使一种很特别的兵器——流星锤。大家对他都充满了期待。大臣甲启奏陛下，猛将王双武艺高强，定能抵御蜀军。曹睿，哦，此人真有如此本事，速召他上殿。只见王双威风凛凛地走进殿堂，身材魁梧，眼神锐利，浑身散发着一股不好惹的气势。曹睿一见，龙心大悦，立刻封他为大将军，让他去长安镇守，准备迎战诸葛亮。王双，末将王双，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击退蜀军。曹睿，好，有你出马，朕就放心了。务必守住长安。却说诸葛亮在汉中听到魏国派了个王双来，心里盘算着。他对众将说：“这个王双虽然勇猛，但性子急躁，肯定会中计。我们得想个办法，把他引出来，然后一举歼灭。”诸葛亮，王双虽勇，却有勇无谋。诸将听令，我自有妙计破敌。魏延，丞相尽管吩咐，末将愿打头阵。没想到王双果然中计。话说马岱假装战败，一路往后撤。王双一看，还以为蜀军不行了，得意洋洋地带着大军追赶，心想这次可以立个大功了，根本没想过会有诈。马岱边撤边喊：“哎呀，魏军太厉害了，快撤呀！”王双，哈哈，蜀贼不堪一击，儿郎们，随我杀呀！追到半路，只见两边山谷里杀出关兴、张苞两支伏兵。王双虽然勇猛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被围攻之下，他凭着一身蛮力，硬是杀开一条血路，狼狈地逃了出去，真是惊险万分。关兴，王双休走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王双，区小将也敢拦我？看锤！诸葛亮见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他设下更精密的陷阱，让军队在路上撒满木柴，又埋伏弓弩手，准备等王双再次追来时，放火烧他，让他插翅难飞，真是聪明透顶。诸葛亮，王双焦躁，必再追来，今晚便可布下火攻之计。传令兵，遵命，丞相妙计，定能成功。王双果然又追了上来，他看到蜀军营地空了，以为蜀军逃走了，更加得意。没想到，当他进入蜀军预设的埋伏圈时，只见四面八方火光冲天，伏兵齐出，把他团团围住。王双，什么？中计了？这是什么妖术？卫兵，将军小心，蜀军放火了，快冲出去！就在王双被火海和伏兵搞得晕头转向时，只见一员猛将从暗处杀出，正是魏延。他趁王双不备，手起刀落，可怜的王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身首异处，一代猛将就此殒命。魏延，王双受首，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？王双，惊恐的你倒下！长安的曹睿听到王双被杀的消息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气得把奏报摔在地上，大骂诸葛亮狡诈。这下可好，少了一个猛将，
对付诸葛亮又多了一份难度，真是伤透脑筋。曹睿，什么？王双竟被斩杀，诸葛亮小儿，欺人太甚！传令兵，陛下息怒，蜀军兵锋正盛，请速作部署。为了应对诸葛亮，曹睿紧急调派老将郝昭去镇守陈仓。郝昭虽然年纪大了点，但他经验丰富，足智多谋，而且对陈仓的地形了若指掌，是个非常难缠的对手。诸葛亮要头疼了。曹睿，郝昭将军，陈仓重镇，就拜托你了，务必坚守。郝昭，末将誓死守卫陈仓，城在人在，城亡人亡。诸葛亮的大军终于开到了陈仓城下，他抬头一看，只见陈仓城池高大坚固，城墙上旌旗招展，守军严阵以待，戒备森严。诸葛亮心里明白，这绝对不是一座好攻的城池。诸葛亮，陈仓果然险峻，郝昭易事难缠，众将需小心应对。姜维，丞相勿忧，我等必攻克此城。蜀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，攻城车、云梯、弓箭手全部上阵，声势浩大。可没想到，郝昭早有准备，他指挥守军沉着应战，箭如雨下，滚木类石不断落下，让蜀军吃尽了苦头。郝昭，稳住！弓箭手放箭，滚石雷木伺候。蜀军将领，魏军防守太严密了，将士们难以靠近。诸葛亮试了各种方法，派人挖地道，又造了冲车撞城门，还想用火攻，但郝昭就像算无一策一样，每次都能提前发现并巧妙应对，让蜀军的进攻屡屡受挫，真是令人佩服。诸葛亮，郝昭此人，真乃守城高手，滴水不漏。马谡，丞相，如此下去，恐非长久之计。一连20多天，陈仓城就像铁桶一样，怎么也攻不下来。蜀军将士们都士气低落，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沮丧。诸葛亮坐在帐中，也眉头紧锁，看来这硬仗还要打很久啊。蜀军将领，丞相，将士们疲惫不堪，陈仓实在太难攻了。诸葛亮，我知道了，再想想办法。没想到转机来了，坚守城池的郝昭因为长期操劳，加上压力太大，竟然病倒了。他躺在床上，虚弱地指挥军务，城里的魏军将士们都非常担心，士气也受到了影响。魏将，将军，您身子要紧，别太操劳了。郝昭，可，我不能倒下，陈仓绝不能失守。诸葛亮很快就知道了郝昭病倒的消息，而且还探听到司马懿的大军正在赶来增援。他心里一动，机会来了，立刻下令全军总攻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在援军到来前攻下陈仓。诸葛亮，郝昭病重，司马懿援军将至，传我号令，全军总攻。姜维，末将领命，必不负丞相所托。蜀军像是打了鸡血一样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。他们不顾一切的攻城，箭矢如簧，火光冲天，城墙上厮杀声震耳欲聋。在猛烈的攻势下，陈仓的城墙终于被攻破了一个缺口。蜀军将领，城破了，将士们，冲啊，杀入城去！卫兵，不好，蜀军攻进来了，快去禀报将军。城破之时，病重的郝昭奋力挣扎着想上城指挥，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最终含恨离世。
陈仓城在失去了主心骨后，很快便被蜀军完全占领，一代名将郝昭就此谢幕。郝昭虚弱地，陈仓不可失，倒下。魏将将军他，陈仓完了。诸葛亮入主陈仓，看到城内百姓安居乐业，感叹郝昭真是个忠义之士。没多久，司马懿的援军才姗姗来迟，看到陈仓已经被攻下，也只能望城兴叹，无奈地撤退了。诸葛亮又胜1仗。诸葛亮：郝昭虽为敌，其忠义可敬，传令善待城中百姓。司马懿：哀，终究晚了一步。诸葛亮此人，神鬼莫测也。话说诸葛亮啊，之前屡次北伐，可把魏国搞得焦头烂额。他用兵如神，让魏国将领吃尽苦头，闻风丧胆，一听诸葛亮就怕。却说魏国皇帝曹睿看到诸葛亮这么厉害，军队老是打败仗，心里又气又急。他想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得找个真正厉害的人来应对才行。曹睿：诸葛亮屡战屡胜，我心焦躁，谁能退敌？没想到曹睿一琢磨，马上想到了之前被罢黜的司马懿。论起用兵之道，恐怕没人比他强。于是，一纸诏书，把司马懿给请回来了。宦官：陛下有旨，司马懿速速回朝复职。司马懿：老臣领旨，并当竭尽所能，为国分忧。司马懿一上任，那叫一个雷厉风行。他重新整顿魏军，士气大振，很快点齐兵马，浩浩荡荡地朝蜀汉地界进发，准备给诸葛亮下马威。司马懿：诸葛亮，这次看你如何应对。话说诸葛亮此时正领兵在外，忽然接到了汉中紧急军情。信上说，司马懿带着大军，气势汹汹杀来，直指蜀汉腹地，情况十分危急。传令兵报，丞相，司马懿领大军，已兵临城下。诸葛亮：什么？司马懿竟来得如此之快？诸葛亮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下可糟了。他手下大将们都分散各地，自己所在的西城兵力微薄，根本抵挡不住司马懿的大军啊。诸葛亮：哎呀，此时兵力空虚，如何是好？将领：丞相，我们该当如何撤退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诸葛亮突然冷静下来，他转动羽扇，眉头一挑，计上心头。他决定兵行险着，要让司马懿吃个大惊，上演空城计。诸葛亮：传我将令，城门大开，我自有妙计。小兵：丞相，这太危险了吧？于是诸葛亮下了命令，把城门敞开，派几十个老兵假扮百姓，在城门口洒扫。他自己则登上城楼，抚琴而坐，身边只有2个小书童，毫不悠闲。没多久，司马懿的大军浩浩荡荡来到了西城城下。他看到城门大开，心里立刻警惕起来。诸葛亮一向狡诈，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难道有诈？司马懿：快传令全军止步，不可轻举妄动。司马懿仔细望去，只见诸葛亮在城楼上神色自若地弹琴，琴声悠扬。城门口只有几个老头打扫，连守兵都没有。他感觉不对劲，
司马懿，诸葛亮这老儿，故作镇定，其中必有蹊跷。司马懿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他知道诸葛亮谨慎，从不做没把握的事。这种反常举动，只能说明城中必定埋伏重兵，引诱他入城，瓮中捉鳖。司马懿，诸葛亮用兵素来谨慎，此必有诈。想到这里，司马懿不敢冒险。他虽然很想抓住诸葛亮，但更怕中圈套。于是他当机立断，大喝一声，命令全军立刻撤退，远离诡异空城。司马懿，撤，快撤，速速退兵30里。看到司马懿大军真的撤走了，诸葛亮长舒一口气，露出笑容。他对将士们解释，这是兵法虚者虚之，实者实之，利用司马懿多疑的性格。诸葛亮，司马懿多疑，故不敢侵入，此计成了。江陵，丞相神机妙算，属下佩服不已。却说司马懿撤出30里后，越想越不对劲。诸葛亮谨慎，从不涉险，为何如此冒险？难道城里没兵？他拍腿大叫：“我中计了！”司马懿，糟了，我被诸葛亮那老儿骗了。司马昭，父亲，何出此言？司马懿气得七窍生烟，立马命令大军回头，再次杀奔西城。他发誓这次一定要抓到诸葛亮，将功赎罪。魏军又浩浩荡荡转了回来。司马懿，全军回转，我要活捉诸葛亮。没想到，当司马懿大军再次赶到西城时，城门依旧大开，但城楼上空无一人。诸葛亮早料到他会回头，带着少数兵马从容撤走了。司马懿，可恶，他又料到我会折返。虽然空城计让司马懿吃了瘪，但他并未放弃。他调整部署，继续朝蜀汉腹地推进，打算凭借雄厚兵力硬闯蜀国，给诸葛亮制造更大麻烦。司马懿，诸葛亮诡计多端，我自当正面压境。但诸葛亮是什么人啊？他早就料到司马懿不会轻易罢休，于是他在通往汉中必经之路设下好几道伏兵和陷阱，准备给司马懿更大惊喜。诸葛亮，司马懿必定会再犯，我已设下重重埋伏。马岱，丞相放心，末将必不入使命。果然，司马懿大军行至一处山谷时，忽然号炮齐鸣，伏兵四起，滚木雷石，弓箭齐发，魏军陷入混乱。他们没想到诸葛亮还有这一手。魏兵，有埋伏，快撤，快撤啊！司马懿，岂有此理？诸葛亮，你太狡猾了。经过这几番折腾，司马懿军队损失惨重，士气低落。他不得不承认这次北伐没讨到便宜，于是他只好下令撤兵，灰溜溜打道回府了。司马懿，撤兵，战必锋芒，再做打算。话说曹魏大将曹真率领10万大军浩浩荡荡，把蜀汉的坚危城围得水泄不通。城里守军可真是压力山大，粮食也快见底了，情况看起来是越来越危急，简直是千钧一发啊！曹真，给我加紧攻城，务必速战速决。却说诸葛亮在后方收到战报，脸上却没有丝毫慌乱。他召集众将，从容不迫地分析局势，胸有成竹地布置了一场大胆的反击计划，
准备给曹真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诸葛亮，曹真自以为是，并会中我诱敌之计。诸葛亮，今夜便让他尝尝我蜀军的苦头。只见蜀汉大军开始大张旗鼓的撤退，旗帜倒下，营帐空空。士兵们搬运粮草的队伍看似慌乱，其实一切都是诸葛亮精心安排的假象，就等着曹真上钩呢。魏延，军师，此计真能骗过曹真吗？诸葛亮，他向来轻敌，定会相信我已败退。没想到曹真一看蜀军撤退，果然得意洋洋。他觉得诸葛亮也不过如此，立即下令全军追击，想要乘胜追击，彻底击溃蜀汉。殊不知，他正一步步走进诸葛亮设下的圈套。曹真，诸葛亮已败，快，全军追击。曹真，今夜定要他有来无回，彻底击溃。夜幕降临，万籁俱寂。魏延、吴懿等将领按照诸葛亮的密令，悄悄地率领精锐部队潜伏在曹真大营附近。他们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，准备给毫无防备的魏军一个致命打击。魏延，大家小心埋伏，莫要发出声响。吴懿，军师妙计，魏军定会措手不及。话说夜半3更，突然之间，号角声震天响，鼓声雷动，喊杀声从四面八方冲向曹真大营。魏延、吴懿等将领率领蜀军如猛虎下山，直扑营寨，战火瞬间燃起。魏延，将士们，杀啊！活捉曹真，建功立业。魏军将领，不好，蜀军偷营劫寨了，快反击！只见火光冲天，魏军的粮草营和军械库被蜀军一把火点燃，熊熊烈火映红了半边天，浓烟滚滚，马嘶人喊，整个大营乱成一团，魏军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。魏军将领，快救火！粮草和军械烧光，就全完了。魏军士兵，火势太大了，根本救不了，快逃命吧！没想到曹真从梦中惊醒，面对一片火海和四散奔逃的士兵，心知中计。他仓皇失措地骑上马，在亲兵的保护下，狼狈不堪地向陈仓方向撤退，丢盔弃甲，败得一塌糊涂。曹真，快撤！全军立刻撤退到陈仓重整。曹真，诸葛亮这个小儿，竟如此狡诈。却说司马懿奉魏主诏命，星夜兼程赶到战场。只见残破的魏军大营一片狼藉，满目疮痍。他一看就知道大事不妙，立刻赶去见曹真，了解详细情况。司马懿，这战局怎会如此惨败？魏军大伤元气。司马懿，曹真何在？快领我前去见他，问清详情。司马懿见到曹真，曹真羞愧难当，只好把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。司马懿听完，摇了摇头，立刻接过了指挥权，准备重新布置战略，与诸葛亮正面较量。司马懿，子丹莫要灰心，且听我安排。司马懿，诸葛亮确实难缠，但我自有办法。话说诸葛亮料定司马懿会卷土重来，故意留下了一座空城，城门大开。城楼上几个老兵扮作扫地僧，悠闲自得，仿佛根本没把司马懿大军放在眼里。蜀军士兵，军师，城里真的空无一人吗？诸葛亮，司马懿生性多疑，定然不敢轻易进城。司马懿率军来到城下，一看这空城，
心里直犯嘀咕。他深知诸葛亮用兵如神，越是反常就越有诈。他仔细观察许久，最终下令撤退，不敢冒险入城。司马懿：诸葛亮从不冒险，此城必有埋伏。司马懿：传令，全军立刻撤退，不得有误。司马懿虽然撤退了，但他知道蜀军的粮草是个大问题。于是，他命令猛将张合率领一支精锐部队，绕道去劫掠蜀军的粮草运输队，想断绝诸葛亮的后路。司马懿：张合将军，此任务非你莫属。张合：末将定不入使命，断蜀军粮道。没想到诸葛亮早已算准了司马懿的这一步。当张合埋伏在山谷中，准备劫掠粮草时，忽然两边伏兵齐出，张合反被诸葛亮打得措手不及，粮草和人马都被缴获。张合：不好，这果然又是诸葛亮的诡计。蜀军将领：张合休走，速速下马投降，饶你不死。诸葛亮为了彻底羞辱司马懿，特意布下八卦阵。只见旗帜飘扬，地形变幻莫测，营帐之间暗藏玄机。整个阵法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天地之理，让人望而生畏。诸葛亮：此八卦阵一出，司马懿定然必入瓮中。诸葛亮：传令将士严守阵法，勿乱分寸。司马懿见诸葛亮摆出阵法，心里不服，觉得自己也能看破。他命令麾下将士跟随自己，大摇大摆地闯入阵中，以为凭借自己的智慧，定能轻松破阵。司马懿：雕虫小技，看我如何破你此阵。司马懿：将士们，随我冲进去，不必惧怕。没想到一入阵中，司马懿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。眼前景物不断变换，道路千回百转，士兵们开始慌乱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仿佛陷入了一片迷宫，怎么也走不出去。司马懿：怎么回事？这阵法竟如此玄妙。魏军将领：丞相，我们迷路了，根本走不出去了。只见诸葛亮乘着一辆4轮车，悠哉悠哉地出现在高岗之上，手摇羽扇，面带微笑。他俯视着阵中困顿的司马懿，轻轻一笑，那笑容里满是智者的从容和对敌手的奚落。诸葛亮：仲达，你可识得我这八卦阵法否？诸葛亮：此乃八卦阵，岂是轻易能破？司马懿见到诸葛亮，又羞又恼，简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幸亏有熟悉阵法的关兴、张苞指引，才得以狼狈不堪地逃出阵法。这次可真是吃了大亏。司马懿：诸葛亮这老贼小儿，今日欺我太甚。关兴：丞相，快随我从生门此路冲出去。诸葛亮看着司马懿狼狈逃窜的背影，轻轻摇了摇羽扇。他再次以智谋战胜了这位强劲的对手，保住了蜀汉的军威。这场斗智斗勇的戏码，让在场所有人都由衷佩服。诸葛亮：司马懿虽智，却不及我深谋远虑。蜀军将领：军师神机妙算，实乃天下第一。